女人敢跟你说这句话，那你就必须怼她，收拾她，不惯着她啊，因为她就是来把你当翘嘴来钓的，不然她为什么不直接给你名分呢？还要来多问你一嘴，真当她闲着没事干？她问你这个问题，就是在试探你的供养属性。如果你不懂，那不好意思，好人卡和大草原你自己选吧。那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送命题变成送分题？老规矩，我们直接上真实故事。这次这个兄弟啊，他是属于条件普通的那种，35岁，程序员，今年夏天刚好还完房贷。前段时间这个兄弟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刚读完研的女生。那这里呢，我放一段兄弟的这个原话出来啊。他说，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那天，他梳的马尾辫，戴了个黑框眼镜，有点土里土气的，反正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那种御一点的。本来我打算吃完饭就找借口溜了，后面他中途去了趟洗手间，回来的时候眼镜取了，头发也放下来了。我一看，哎呀妈呀，这不王祖贤吗？让我捡到宝了啊！之后呢，我就跟他聊了聊，发现他人还不错，即便冷场了也会主动找话题。走之前啊，我就加了他的好友。OK， 兄弟们不要笑他啊，见色起，哎，也对啊，毕竟叫一见钟情会好听一点，这是很正常的啊。那后来呢，这个兄弟就开始追求这个女生了，而且是越追越上头，月薪3W， 他愿意给这个女生一个月花2个 W。那有天晚上呢，这个女生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那兄弟就感觉这是一个机会，但是呢又怕自己把好事给搅黄了。他之前已经刷到过很多情感博主的视频了，同时也刷到了我。他后来发现大部分情感博主是抄的我嘛，所以他就来找到我。我知道屏幕前很多兄弟会觉得，哎呀，那这多简单呢，女生都暗示的这么明显了，那直接表白不就完了吗？啊，这么想的兄弟，你压根就不懂女人，你压根就不懂人性，人性是有7毒的。贪嗔痴恨爱恶欲，而贪就排在第1个。你们肯定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明明你能感觉到他是喜欢你的，但他总是说你俩不合适啊，你可能会觉得他是回避型啊，是他慢热，但是你错了啊，这不是回避型的事儿啊，就是因为他有贪念了，因为他的潜意识能够识别到你是一个供养者属性。那如果你是供养者的话，直接跟你在一起是不是就有点太亏了呀？所以他可以拉长战线，多白嫖你的这些好。很多兄弟都跟我抱怨过，说自己遇到渣女捞女了。女人是没有善恶的，你觉得她捞，那就是因为你太弱了，你压不住她的贪，所以你被捞，你被渣啊。说远了，那我们再说回来。那这里这个女生她为什么会问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们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吗？肯定不要。真诚是王炸，但谁开局就丢王炸呀？啊，不得用小牌去慢慢的去试探对面吗？所以我当时就让兄弟这么回复的啊，我说上周你穿的那么好看，还配了条丝袜，我可是过了眼瘾的，那我肯定不能亏待你啊！这个才是强男的恋爱逻辑。我可以对你好，但前提是你能让我爽到，对吧？只要你有这种框架在，那你就永远不会亏。那女生这一次就直接回复说滚啊，能不能认真点回答我的问题 ？OK， 来考考你们，女生是真的生气了吗？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你还是太天真了。那这里呢，女生虽然嘴上不饶人，但是她还是在反问兄弟，那这就证明了女生还是比较在乎兄弟看法的啊。所以我们这里呢就这么回复的啊，你长得很漂亮，是我喜欢的类型，傻笑的时候也很可爱。哎，我们是不是先卖了个破绽出来啊？我估计屏幕前的你们也中了跟女生一样的招。就女生她当时还挺高兴的，就说算你有眼光啊。那我们就接着说什么啊？逼我写了首藏头诗给你。兄弟们学会没有啊？这个叫做节奏。我们这个反转不仅能够调动女生的情绪，还能给她营造一种好像喜欢她但是又不确定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女生反而会对这个兄弟会更感兴趣。这个就是人性，毕竟人都喜欢探索未知，对吧？女生这次她反应了2分钟啊，然后就回了3个生气的表情。那我们就怎么回复呢？我也想跟你讲一晚上甜言蜜语，在这大晚上的孤男寡女，咱俩身份不太合适，我也没办法咯，你理解一下。OK， 我们先向女生表达出好感，再委婉的提出要求，告诉女生说我们可以对你好，但是你要给一个身份。我说句不好听的啊，大部分的中国男人就是缺少这种索取意识，人家 ATM 机在报金币之前都知道要验证一下身份，你怎么就不敢要个身份呢？啊，没名没分的付出，那你就是在道德绑架别人，你是永远得不到结果的。那女生这一次过了10多分钟就回复了，说有啥不合适的呀？啊，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很明显，女生经过心理斗争之后呢，她还是不愿直面跟兄弟的关系。说白了，她还在继续装傻。
所以呢，我就让兄弟果断撤退的说什么，那我睡了哈，明天还要相亲。那说完之后，我们直接关掉手机，早点休息。咱没有必要去跟女人去掰扯，成年人的世界没有教育，只有筛选啊，所以直接告诉他，哥有别的行情，你不懂事儿，那哥就换人喽啊！这种由内而外的强势，才是一个男人最强大的心张力。只要你能做得到，那全世界都会来迎合你，更何况是个女人呢 ？OK， 那效果其实很明显啊。第二天一大早，兄弟就跟我反馈说女生给他发消息来了，说相亲相的怎么样啊？紧接着呢，还给兄弟分享了一堆的日常，看到没有？效果很明显的，是吧？那女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呀？明显是着急了，害怕了。不过我当时让兄弟干嘛？通通无视。毕竟咱们做戏要做全套啊。说了今天要相亲，那就绝对不会在相亲的时候多理他一下。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我就帮兄弟做了一个朋友圈的建设。大概呢就是一些这种自拍图，那可能是约会的这种场景的自拍图啊。等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女生又来消息了直接就说什么对方怎么样嘛？我让兄弟直接回复说什么一般。有点感觉，但还差点意思。有句话呢叫做过犹不及，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主动后退了一步，然后再展示一下可得性，同时呢还给这个女生递了个台阶，对不对？这女生当时就直接回复说少装估计是别人没看上你吧聪明的兄弟也应该都能看得出来，女生这里的情绪是不是很明显的就开始变好了，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那这里就能证明什么？女生其实是在乎兄弟的，这已经一整天的表现很明显了。那紧接着呢，我就让兄弟是这么说的我问他世界上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他说有，所以我还是离他远点吧，免得哪天被戴了帽还要被你嘲笑为什么我们要虚构这么一个场景出来其实我们就是在给这个女生种下一个心锚。当时这个女生秒回说放心吧，到时候我会安慰你的那我们呢继续带节奏，直接就问他说那你呢？你觉得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还记得我们上一句话吧去相亲女方说相信纯友谊，所以我们避而远之。那有了这个心锚在，那这个女生她是不是就只能有一个回答？那就是没有这个就是框架的最直观体现前后环环相扣。果然女生当时就过了2分多钟就说应该没有吧那我们是怎么说的呢？好，那我俩现在是啥情况？你对我到底是姐妹情深还是图谋不轨看到没有？女生她下意识又开始逃避了，说我也不知道OK， 那我们必须得给她上点压力了。比如说我们怎么说的？那以后少联系吧，我可不想当你男闺蜜，到时候被你男朋友骂。看到没有？女生这一次过了很久就说了说我不知道，所以我昨天才会问你的呀，你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好？是友情还是别的女生其实还是在逃避的那我们必须得上狠招了。于是我们就这么说的，能无缘无故对你好的只有2种，一个爱情，一个奸情。至于你说的友情，别逗我笑了不想就是不想，还整上友情来了。那可能有的兄弟就会觉得什么，这么说也太过分了吧这个就是你们的问题了，你们缺了男人最重要的进攻性。爱情从来都不是理性的，你别看女人嘴上说什么我要浪漫，我要专一，这些都是说给闺男听的。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一种 feeling， 一种被碾压、被征服、被使用的感觉，这个才契合于她慕强基因里的这些东西。我知道还是有人会不信，但是我也理解你。不过我希望你还是要学会哪怕你是复制粘贴，没有人天生是强男，但总有人一辈子都是闺男，区别就在于执行力上面。说远了咱们再言归正传，看看女生最后她又是怎么回复的她是说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我自己好好想想吧既然她要时间，那我们就给了，对吧？后面呢，他们真的是大概过了1周吧，这个女生是没有动静的1周都没有动静。当然这个兄弟都已经快有点心灰意冷了，而且我也一直在给他做复盘，然后也给他讲了一些两性的这种知识，并且我也跟他讲，我说不要着急，再等2天因为这个女生她一定在这个期间她会有一个戒断反应，毕竟这个兄弟是不是一开始对她很好呀？直到有一天这个女生终于来消息了，我们看看怎么说的如果你哪天新鲜感没了，你还会这么认真吗？ OK， 很经典的废策这也是大部分女生都会去担心的，我们该怎么应对？兄弟当时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吧，对吧？提升也已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我嘛，对吧？那他自己就回了这么一句话，大姐你都1周多没回我了，我1没删你，2没乱玩，甚至都没和异性聊天，这总够诚意了吧？男人的花期很短的，你还要浪费多久？看
女生当时就直接回复了，说行吧行吧，是我想多了，要不今晚作为补偿我请你吃个饭。看到没有，是不是机会就来了？而且大家也应该知道这个女生是不是就对吧？那后来他们的这个发展真的不用我多说了，反正第二天兄弟就直接给我报喜了，还问我说早餐女孩子喜欢吃什么，健康点啊。所以兄弟们啊，你们一定要记住，在感情里最重要的一定不是技巧啊，而是认知。你的认知够高，你能够读懂人性，你会用人性，那你才能够轻松的吸引到女人。OK， 还是那句话啊，弱男才会钻研情感啊、技巧啊什么的。OK， 我是焦哥，什么只教强男识人性。下期见。